天太热了，吃不进去饭呢，我得做几个下饭菜，要不我该瘦了。这豆角太梗了，比我们同事都梗。我的同事说：“整懵了吧？整懵了就别整了。咱们这个智商，知道筷子不能咽就行。”去你妈，粘一起了，嗦了一下啥味儿？完了，小味儿嘎嘎的，饭焖少了。我本来是想做水煮鱼来的，但是我不会收拾鱼，我就问卖鱼的大姐能不能帮我骗一下。她非常慈祥的看着我，她说：“你乐意买不买？不买滚一边去。”哎，文化差异，我在广州人恨不得把鱼刺都给我挑出来。唠唠眼前的事儿吧，这个辣子鸡，你觉不觉得缺样东西？就是一咬滋滋冒油的鸡皮，肉丁炸的干巴的，有啥可吃的呀？还塞牙呢。今日的荤素搭配，最爽的一步终于来了。看看今天的家常便饭啊，干豆、公丁、辣鸡、水肉啊，反正我今天就自己在家随便吃一口。那什么，你定没定呢？你要没定，反正我也自己，我帮你研究研究定啥呀？我这身体啊，楼了。我昨晚上睡觉翻身把腰闪了，上医院检查，当时习题一个腰间盘突出。我寻思这完了，老年病了。完大夫说你别那么想，你这挺板着，是不是老打球摔的呀？然后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我这半年最大的剧烈运动应该就是颠大勺了。我现在呀，走道一瘸一拐，加速只能靠甩。先跟奶做了份白切鸡，还做了个金针菇茄子煲。我家楼下卖猪酱的小子已经开始研究换车了。今天中午我们哥俩伙食饭是茄子卤面条，还有半根麻辣腊肠。我理疗的时候，旁边那床呢秃噜打卤面，哎呀妈，给我馋完了。还给我奶做了一锅大丰收。卖肉大哥问我说你吃还是你奶吃？我说我奶吃。他说那我给你多炒2块，这么吃香。这个市场啊，我奶一次都没去过，但是卖肉的没有人不认识我奶。然后做了一锅灌焖虾仁，蒸了点黑胡椒牛肉粒馅的包子，还放了点杏鲍菇粒。你信我的，这比那个奥尔良鸡腿包还好吃。做了一锅腌笃鲜，图省事儿都弄电饭锅了。还做了一个我妈真传的油麦菜蘸花生酱。完今天没劲儿炖肘子，我就拿肘子原汤给我奶炖的白菜粉条，还放了一罐肘子罐头。完我姑听说我这光荣事儿之后，携我姑父来看我一手，还顺道吃过2包子。完吃饱了说要走，我说我炖粉条，你不打包一盒啊？然后哈尔滨淀粉女王说那我等一会儿吧，我也不是馋粉条，我现在帮你观察观察。来不香香的煎鸡、茄宝、白鸡、花油、罐羊、腌鲜、肉粉、黑牛包、大收。我这个熊样的就没上我奶奶去，我弟回来学说奶吃的贼开心，但是也表达了一点担心，说这孩子年轻轻腰老不好不行啊，要不你把我这家伙事拿过去吧。我这个吧，它起码它有个变锁。我最近特别想吃猪肉脯，但是我看外卖的好多配料表上都有鸡肉，而且含量是未知的。再一个肉脯都是肉泥做的嘛，我还怕他们用的都是边角料，所以我跟人拼了1头半的猪回来。我想看看这100%猪肉含量的猪肉脯在家做成本多少钱一斤。然后我研究了一下市面这些产品，我发现最优质的猪肉脯应该都是用肉片做的，而且工序非常复杂。我们研究了2天才整明白怎么在不加淀粉和食用胶的情况下，把这些小肉片最后能烤成一整张大肉片。这中间试错了无数回呀，有一单因为风干时间太长了，烤完吃一口差点没给牙崩掉了。但这肉光切片也不行，因为猪长得并不随人愿，一条猪腿上适合切片的肉其实就那么几块，所以我又研究了一下碎肉是怎么做肉脯的。我发现好吃的关键是肉馅得剁，不能搅，这样才能保留更多的颗粒感，并且在捶打过程中让肉自然的产生一些胶质。这70多斤肉我们整整剁了1天，给耳朵都震聋了，然后还得再调味搅劲儿，几天都没咋睡呀，那只能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终于在第3天的夜里，我们成功给我弟干出高血压来了。肉馅需要给它擀成整张的形状再烤，但是最经典的金钱币形状我们没买到模具，就又嘎了一根家里的水管。不过这纯手工的金钱币效率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拍了1宿才拍了300多个，给我拍的直恍惚。我寻思这不经典款吗？怎么干出一种限量款的感觉呢？这肉脯据说最正宗的做法要低温慢烤10小时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这么烤正月能吃上就算烧高香了。所以我买了个烤烧饼的大烤箱，我打算先用烤箱给它烤到8分熟，然后再上炭火。这大家伙一来，那效率一下就上来了。而且我试了一下，这么烤和纯炭烤的在味道上也没什么差别。后来炭烤的时候我还加了点果木，这肉本来就是咸甜口的，现在又裹了一层果木烟熏的香气，这吃一口口感可太丰富了，感觉满嘴都是香味。然后我
我算了一下，因为在家做不用考虑边角料的损耗，最后它的成本合到42块钱一斤。这肉脯我们后来又晾干了一天，现在它油汪汪的又特别有嚼劲，吃这个太爽。特别是最后把肉脯嚼成肉渣之后，在嘴里嘬吧点油和味儿，这时候再抿上一小口热水，我天，绝了，朋友！前女友去吃宵夜了，还他妈发朋友圈。那我他妈也得吃点好的呀！你寻思就你俩那砂锅粥和烤生蚝好吃呢？我自己在家烤鸡架，我也发朋友圈，我就针对你可见。干啥呀你要吃个饭嘴都快亲上，不没结婚吗？这结婚以后得啥样啊？连体婴啊，出门。正经说两句啊，这个腌料我指定是不能告诉他，怕他看着之后告诉他爸，他爸再给他女婿做，那我不成了纯哈尔滨大金毛了吗？这个腌一宿更入味，但是我等不了了，我今天晚上必发朋友圈，我必须得告诉520老子也过了，热乎劲儿已经过了，家族的荣耀现在就在我狗送身上，咱们携手展示，上音乐。这骨架就一个毛病，肉太多了，这缩了不起来咋吃？彩蛋，网友告诉我一方，昨天晚上试了一下，那纯坑老铁，酸一宿。我肚子那么难受，我3点多看朋友圈，他们又唱歌去了，我操！再见。今天在家跟我弟打冰箱，双11买不少好吃的，得到的地方呀。再一个，到了黄金11月了，各家都开始杀猪了。我等天黑回村掏俩好肘子给我奶冻上。我发现我现在跟我妈越来越像了，哎，看啥都想买，买回来往冰箱里一放，根本都不做。就这丫头，我记贼清楚，我先给她放到冰箱门口的位置，我吃的时候方便拿。好家伙，这一到方便他妈180天。完了还翻出点脊骨，因为排骨整根买便宜，上面的京排都给我奶做了，这点骨头让我煲汤了。这块牛排骨也是当时便宜时候囤的，6斤多，好像一共才180块钱。我跟我弟说赶紧找救兵吧，只咱俩打扫冰箱把他吃的他妈吃完过年屁了。完翻出点牛杂，按前老丈人的做法做成广式牛杂煲了。我发现现在这前账的出镜率他妈比我弟都高了。对，说我弟我就来气，我这烙饼呢，他在那躺的可美了。后来我决定吃羊肉泡馍了，我说来你掰一下子吧。来吧，吃香香的鱼鳗、羊泡、火鸟、杂煲、烤牛、油面、干鸭、骨汤、清肉，反正没啥正经玩意儿，都冰箱剩的。我估计都赶不上来电话说物业不给清血，出不去门了。我说来吧，朋友们，吃完饭消化消化吧一起。我跟你说，你别寻我带菜刀上闹着玩呢。到最后，全楼的老头老太太能有一个脚上楼的地方，都靠我的一手刀工。但是嘛，悠了2个多小时，有点消化大劲儿了。我们12点多又找地方吃盒饭去了。我最近发现红糖居然是甘蔗做的，我寻思这要在家也能做，那每个月就不怕肚子疼了。正好这几个老嫂子快到日子了，我今天买了200斤甘蔗。第一件事还是先上秤，但他竟然少给了我25斤，这张纸记录了善与恶呀！你就说这种卖家，他怎么让我在这迷人的互联网里继续投入真感情？然后给甘蔗搓个大枣，就准备给他蜕皮了。可能是最近总跟热带水果打交道的事，我们从来没干过这活，但是削皮却异常的熟练。削完这层皮，里边其实还有一层皮是耽误榨汁的，但这层用刀就不好削了，就只能用胖了。削了皮的甘蔗，先用锯给它拉断，然后用插菜板给它插成细蓉，这样等会儿好取汁儿。但是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我们4个加起来1个小时就能插出40-50根。我一看这不行啊，这不又奔天亮去了吗？必须得用点科技手段了。然后我就点了个外卖，我又买了5个叉子，我看粗一点的能不能快点。插到后半夜2点多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快缺氧了，想吃点凉快的，就做了一锅炒酸奶，先精神精神。今天用的是 AMX 丹东草莓酸奶，这用的都是正宗丹东草莓，味儿特别浓，而且还是零蔗糖，酸酸甜甜的，好喝还没负担。这一碗就撒点坚果，哎，我吃太爽了。然后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？3点10分的时候，我们准时撂蹶了，剩那几根说啥也不干了，胳膊都麻了。我连夜把那个良心卖家的差评都改成好评了，而且这盆里的东西，我现在有点不能直视。这一捧拿起来，像不像把肉松和椰蓉放一起了？甘蔗和姜汁儿啊，正好这么一大锅。我现在都有经验了，这一锅最少6小时。然后想起熬椰子油的事儿，给我点启发。我这回先把明天早上的晚饭做出来，而且我看看这个红糖能不能抵得住海鲜的寒性。这锅糖水啊，熬了5个小时就很浓稠了，然后就生给它搅成太妃糖，这样就可以装模具了。后来冷却了，它居然真的变成红糖块了。这一大块看着多踏实，那老母牛肚子疼也够喝了。然后锅里还剩点嘎巴，赶紧盛出来给老嫂尝尝。但此时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，因为我熬的时候只放了甘蔗汁和姜丝，那是不是说以后肚子疼的时候可以直接吃甘蔗呢？